好了，先把他关入柴房，等他醒了，我再亲自带他去衙门治罪。是。走。这个铁脚李这么难抓呀？啊？好在是把他擒住了，没想到徐武这次没有护短啊。能不护短吗？你以为那银子是白送的？行了，时候差不多了，咱们也该出去迎迎去了。嗯。刘大人啊，干嘛呢？总盯一个糙老爷们的后腚，你看什么呢？我从我这儿啊能看见您脸。行了，案子明白了。铁脚李勾引人妻，谋害其夫，罪不容赦，本府判斩立决。行了啊，预备口供，让他摁手印吧。是。左大人，您看这案子我这么办，您还满意吗？满意。刘大人秉公执法，我非常满意。行嘞，满意就好。那左大人，您看什么时候您把人带走啊？越快越好啊。大人，那耿大的尸体呢？案子都结了，要尸首干什么呀？秀儿，这买替身，这得花钱呢。这个哦，明白啊。多谢啊。大人，你就这么把铁脚李给放走了？不放不行啊。这索伦图是曹州镇的总兵，咱们东昌府在他管辖之内，惹不起呀。再说了，真凶绝对不是铁脚李。不是铁脚李，那是谁啊？黄爱玉的奸夫我见过一面，虽说只是个背影，那也可以断定不是铁脚李。不是铁脚李，那他为什么还把耿大的尸体给盗走了？大人，他是不是有人指使啊？秦捕头，如果说啊，你手下有一人犯了错，你又想保他，你会怎么办？那我肯定让他远走高飞啊！说的是心里话，人嘛都有私心。你看看这个徐武，他明知道铁脚李犯的这是死罪呀，他反而托索伦图过来给他说情。那么如果说日后他想把铁脚李留在身边为他所用，这是情有可原的。你们再看看铁脚李那条右腿，练了半辈子的右脚都让他给打残了，这不欲盖弥彰吗？以大人这么说，这真凶是徐武，那他为什么做这种此地无银300两的事儿啊？这个此地无银300两，正是徐武的高明所在。我断他根本就不想把铁脚李带回去，他是诚心想让我怀疑他，我怀疑他就会扣住他铁脚李不放，那么我跟索伦图的关系就会恶化。你们不懂啊，任何一个州府最怕出现的事儿是府衙跟当地驻军出现矛盾，一旦这两边闹翻了，就会惊动朝廷，朝廷会权衡利弊，到那时候怎么办？只能把我调回京城，此案不了了之。我明白了，铁脚李盗尸那一刻起，就在徐武的精心策划当中。
那这徐武可是走了一步险棋啊！万一铁脚里反水，不就把他给供出来了吗？任何人都有他的软肋。大人，这徐武的胃口不小啊。他就光知道我不肯跟他同流合污，他不知道我有另外一面。我跟他杠上了。走。五爷，进来。五爷，铁脚里都安顿好了。您放心，一切都安排好了。哎，五爷，如今功德圆满之际，因何唉声叹气呀？看似功德圆满，实则危机四伏啊！您怎么这么说呀？这个刘墉，这么轻易的就放出了铁脚里，连耿大的尸首下落都不问，不能不让人心生疑惑呀。五爷，那也许是因为刘墉怕和索伦图大人闹僵了，所以……这个刘墉是出了名的难缠，据说在京城，就连皇上都得让着他3分。他会害怕一个区区的总兵吗？那或许刘墉呢，就认为铁脚里就是杀害耿大的真凶。黄爱玉被抓的当天晚上，我刚从他家里出来。啊，我想刘墉是看见我了，要不然他不会对铁脚里的背影看那么久。就赖那个算命先生出这么个馊主意，反倒害得我引火烧身呐。五爷，那干脆咱们就，把刘墉杀了。哼！我要是能解决掉刘墉，还用得着这么大费周章？刘墉当初可是朝廷1品大员，他要是在这儿出事儿，恐怕整个山东都得变天喽。那五爷，我该怎么办？继续盯着刘墉，看他到底耍什么花样。去吧。是五爷。狗张着，张哥，少爷，多喝点。杨秀林，追！兄弟们辛苦了啊，辛苦了啊，辛苦辛苦，都慢着点啊，慢着点。哎呀，此事全仰仗府台大人和兄弟们了啊！徐五爷破费了。哎呀，哪里，这点小意思，不成敬意，不成敬意。都抓点紧，小心一点，快着点儿。五爷，刘墉出动了，消息准确吗？绝对准确。我派人到怡红院证实过了。官府一共派出多少人？据说不少人，最起码20多人。哼，看来刘墉是按捺不住。是。铁脚里现在什么地方？五爷您放心，我已经把他安排在了一个空宅子里边了。好，
去告诉铁角力，让他稍安勿躁。好，一切我来想办法。还有，给他多送点吃的，让他这几天不要出门。是。哎呦，您来啦！哎，老板，这个怎么样？新到的。我觉得新到的。本县的青菜，看一看吧。这给我来2盒吧，好吧？还有张嫂出来买菜啊？徐管家来了。来了。徐管家，五爷怎么说？五爷让你先避一避，他会想办法。我那怡红院的小翠，放心吧，五爷会替你照看的。哎，放好了。哎，哥，就这院。人都在吗？在，刚刚还有人给他送东西呢。打扮成这样，快点吧。可以啊，抓他！这是五爷让我给你带来的，替我谢过五爷了。放心，五爷不会亏待你的。好好保重，我先走了啊。哎，你这。秦朗，咱们井水不犯河水，你想？哎呦，我他娘你什么事儿？你敢打我！你们给我等着！你们给我等着！徐管家，徐管家，自己造的孽，没人帮得了你。为什么要盗耿大的尸体？这案怎么是已经结了吗？在大人那儿结了，在我这儿没结。你是故意跟我过不去？我招！我招！我说，我全说。黄爱玉是我睡的，耿大是我杀的，尸体也是我盗走的。你抓我吧！你杀了我吧！武子，武子，武子，你怎么了？武子，大哥，肉里有毒！不是我，你竟然下毒！不是我，那是谁？徐武，你个王八蛋，想杀我灭口！像武装的还挺像。铁教里招了没有？全招了。就是这个徐武指使的铁脚里去盗的耿大的尸体，而且这个耿大正是徐武所杀。尸体现在在哪儿？我已经派人取回了。通知邱武座准备验尸。是。什么？铁脚里招了？是啊，五爷，要不然刘墉他们怎么知道耿大的尸体放在哪儿？刘墉，有你的！怎么样啊？大人，
耿大的尸体体表浮肿，我怀疑有中毒的可能，进一步确认需要解剖。这还得解剖啊？如果是中毒，五脏六腑肯定会留下痕迹。哎，是不是又是死于毒风呢？这体表浮肿的厉害，倒是没有看出毒风杀人类似的症状，进一步确认还是得解剖。行，按你的想法来吧。是的，大人。老梁，把和苏大人求见。让他等会儿，我这忙着呢。不是，怎么着？你还不走啊？有什么事您交代呗，我在这又不碍事儿。那行吧，你过来陪着孟南姑娘啊，顺便学学本事。拜见知府大人。什么事儿啊？我这忙着呢。是这样的，有人请大人喝酒。都忙成什么样了，喝什么？谁要请我喝酒？啊，就是给咱们衙门捐了许多银子的徐武爷。哦，看来这是要明着来呀。啊，没什么，没什么。在哪儿啊？什么时候请我喝呀？啊，就在今天晚上，醉香楼，全东昌府最好的酒楼。还有谁？您到了就知道了。好吧，你告诉他，我应了他了啊。谢谢刘大人，我这就去跟徐五爷说一声。去吧。哎。哎，杏儿啊，平时嘴皮子特溜，一到正事就白搭。你怎么样了，孟南姑娘？大人，你看，我找到证据了，基本确认是因为慢性毒药，只不过这个毒药还在确认中。我去看看他。喜儿，没事吧？大人，我刚才看见达阿苏了，他耍什么花样？他呢是帮徐武带信儿，说要在醉香楼请我喝酒。他请您喝酒？不会是鸿门宴吧？哎，那他倒不敢。我估计是当着一众官员当面向我求情吧。大人，您可千万不能给他机会啊，否则您很有可能得罪府内一大批官员。管得了那个？徐捕头，邱仵作已经找到了耿大真正的死因，中毒而死。依你之见呢？那既然和铁角里的证词相吻合，就可以实施抓捕了。大人，真不行，这个徐武啊，门下爪牙众多，如果真狗急跳墙，两边动起手来，会有伤亡。就趁着喝酒吧，趁着喝酒把他抓了就完了。大人，我是担心在酒局上抓他，会对我们抓捕工作造成不利，除非有缉拿公函。缉拿公函还真不能批。你知道他的人跟衙门口什么关系啊？一旦批公函，消息就走了，你就抓不成了。先抓人，当场再批。明白。停，坐下。恭请刘大人。恭请刘大人。大人，这是吃饭呢，还是吓唬本官呢？来这么老些人，行了，起来吧，起来吧，请起，请起，请起。瞧您说的，就是吃个便饭。刘大人，里边请。啊，好。哎，请，来，各位请。这位徐武怎么还没来呀？哦，回大人，
他有可能是给您备礼物去了吧？哦。您先喝茶，您先喝茶。各位，你们跟这位徐武都是什么关系啊？回大人，没有什么关系，就是徐五爷曾经帮助过本部。是啊，是啊，大人，这徐五爷对东昌府的贡献，那可是有目共睹啊！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大人，要不我先给您备点点心，先垫2口。好啊，给他们上点心。是。徐武这是备什么礼去了？多大功夫了还不来？要不卑职去看看？不必了。哎，再给各位大人上点点心。好，再一人上1盘点心。哥，干什么？徐武，徐武跑出城了。什么？徐武出城了。大人，徐武跑了。追！无论如何击杀他。是。坐下。尔等回去之后，好好反省，随时停散。跑了徐武，定不与尔等甘休。再有，把眼前点心都给我吃干净了，不吃完不许走。老爷，他们追上来了。多少人啊？别着急，别慌，也就7、8个人。7、8个人，哼，不自量力。掉头。是。徐五爷，刘大人还等着您做东呢，您这么不告而别，不合适吧？秦捕头，哎呀，你看我这脑子，真是该扔了。这么大的事儿，愣让我给忘了。不过现在在下确实有急事要办，还烦劳秦捕头禀告知府大人，等在下办完事，一定登门谢罪。对不住，刘大人有令，必须叫您回去一趟。一点都不能通融吗？我也是奉命行事啊。好，
那就看秦捕头有多大本事了。你这是想公开和官府作对吗？就凭你一个小小的捕快，说句话就能代表官府？你是嫌犯，我今天必须抓你。好啊，那就来吧。抗令不遵，这就是下场。还有谁敢动？拿下！带人犯。带人犯！如上得公堂见了本官，因何不跪啊？哼，刘大人，我因何要跪呀？放肆！你一介草民，公堂之上，岂容你撒野？在这东昌府的公堂之上，我徐武从来不跪，即便是上任知府，也得赐我个上座。好，葛春何在？卑职在。我今天倒要看看，是他徐武的骨头硬啊，还是我公堂上的杀威棒硬？给我打！是。好，好，跪便跪，我看看你能奈我何？徐武，你跪的是王法，跪的是大清，如若不跪，便是对王法不忠，对大清不尊。再有下回，绝不轻饶。刘大人，这顶帽子扣得太大了，我跪下，我倒要问问你，我徐武罪犯哪条啊？好，来呀，带范妇黄爱玉。民妇叩见大人。黄爱玉，现将你勾结徐武，毒死亲夫一案，在公堂上讲得清清楚楚，如有半句不实，罪加一等。大人，我没有杀耿大，是徐武杀的。徐武多次骚扰民妇，强迫民妇屈从，可是我万万没想到，他真的杀了耿大呀，大人。黄爱玉，你几次三番勾引我不成，我不堪其扰，却也没跟你计较。想不到，今日你却在这里红口白牙的血口喷人。我勾引你？你竟然丧尽天良，说出这种话！徐武，你个王八蛋！放肆！请大人明鉴。他徐武多年在东昌府横行霸道，为非作歹，东昌府百姓无人不知。如今
他盯上民妇，还让民妇下毒谋害亲夫，民妇不从，他偏自己找人下手犯下此案。黄爱玉，所谓人言可畏，不是没有道理。你把心放在肚子里，待案情查清之后，本府一定给你一个公道。谢大人。居无，我来问你，你说你没有杀人，那你为什么逃走呢？我去济南府是做生意，谈何逃跑啊？还敢狡辩？若不是本府及时将你缉拿归案，恐怕你早就逃之夭夭了。来人，带证人铁脚令。居无，你作奸犯科，强占民妇，指使你的佣人铁脚里挖坟刨尸，现有他呈堂证供，你可认罪啊？黄爱玉一案，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。黄爱玉，你确系被徐武欺压，但是不是从犯，可有知情不报之嫌，死罪已免，活罪难容。现将你收监3年，希望引以为戒。谢青天大老爷。铁脚里，刨坟掘尸，按律当斩呐，但你有戴罪立功的表现，现着发配边疆。多谢大人。居无，你杀人盗尸，更牵连其他案件，现将你收在监中，待日后查清之后，另行定罪。我徐武在这东昌府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，用人无数，官商名流都是我的座上宾客，在这儿没人敢定我的罪了。好，今天本府当着众人把话撂这，甭管他是谁，后台有多硬，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你看本官是否可将你治罪？来呀，收进。好，青天大老爷啊，好官呐，真是为人做主啊！你敢私压良民？青天呐，青天！老爷，这个徐武他也太猖狂了吧，在堂上还不下跪啊？是啊，你看他威风吗？他威风什么呀？他那就是猖狂。今儿啊，你说说，我要是不当这个知府的话，他这个案子可怎么结呀？这就不好说了。要不是老爷你把徐武识破，那铁脚里和黄爱玉应该就成了奸夫淫妇了，也就成了徐武的替罪羊了。你看看，你看看这一罪啊，10个案子8个跟他有关系，3年5条人命，你看现在摘的一干二净，跟他没关系。怪不得这个徐武那么猖狂，根本不把你放在眼里啊！看来他是在东昌府很吃得开啊。上梁不正下梁歪呀！你看看这个，啊，山东地面上官商勾结都干到这个份上了，还有人给他撑腰，你看见？老爷，我就说你就应该把徐武一刀砍了，谁撑腰办谁。不行，媳儿，咱们刚到。强龙不压地头蛇，得慢慢来。老爷，你是不是害怕了？我怕什么？你不怕你昨天审的就不对，你就手软了。手软了？嗯。那哥你怎么弄啊？要是换做我的话，明天继续开堂，把老百姓全都叫来，看着，他们上来一个砍一个，上来一个砍一个，带上一个砍一个，带上一个砍一个。徐武砍掉，黄爱玉砍掉，铁脚里砍掉，完了。都砍了啊！哦，那问你看完之后，皇上会怎么说呢？皇上不会说什么，为什么？因为皇上把你贬到知府了。你也说过嘛，县官县官。那老百姓会怎么说呢？老百姓肯定会说老爷你好啊，帮大家除掉了一个恶霸。
那这仨人会怎么说呀？他们三个人干什么自己心里清楚，这死了也活该。你就这么断案啊？那我问问你，证据呢？徐武屁股后头这么多事儿，找谁去？咱们来山东这个案子怎么往下查？你一个官府查案子没证据，你怎么立案？老爷，你让我想想。你想什么？我现在打你没证据行吗？我现在这么打你，我就不问原因，没有证据行吗？我想，你这就能断了？怎么了？这是还打上了？喜儿，你怎么又气着老爷了？呀，不是夫人，我跟老爷出了一个好的主意，老爷就是听不进去啊。行了行了，别吵了，我特意啊给你熬了鸡汤，尝尝。多谢夫人。喜儿，快来。你站住，不能喝。老爷，你多喝点儿。这段时间你审案子辛苦了。真好，多谢夫人。你看看夫人是怎么关怀咱们的啊？老爷现在混成什么样了都？老爷现在不也掉不了头吗？我看你不是掉不了头，是这倔脾气不肯回头吧？夫人，你看看夫人是怎么给我台阶下的。不过有时候我就喜欢你这倔脾气。哎呀，夫人，其实这话，老夫老妻的不说也罢。怎么就不能说了？夫人瞅不冷子给这么一句，我这还……你知不知道女人需要什么呀？这徐武为什么霸占了黄爱玉，而黄爱玉却不想报官？我觉得啊，这徐武就是能给黄爱玉她所需要的。可问题现在是耿大死的不明不白呀，他才是被冤枉的呀。我跟你说的不是这案子，是人，是黄爱玉这个女人。你想想啊，她一个女人，嫁给了自己不喜欢的耿大，她这一辈子就好比是一潭死水，一眼可以望到底，而这就是她的命。这问题是她也红杏出墙了呀。你看你总说案子，你到底知不知道女人需要什么呀？你别老看那鸡汤，需要什么？不知道。哎，就是甜言蜜语。夫人，夫人说的固然不错，但是我还是不敢苟同。你还是心里看不起女人是吧？没这个意思。喝什么喝呀？别喝。来，喜儿，你喝。哎，夫人，夫人，看什么？夫人让我喝的。姐啊，有饭吃没啊？饿了。你看把你饿的，这厨子不在坐着呢吗？你先喝点水。我这都忙一天了。我来，让他来。哎，我问你们两个，这衙役的活儿干得还顺手吗？哎，一开始吧，觉得还挺好玩，后来吧，也没啥意思。这是个正经差事，什么叫好玩不好玩啊？你这脑子天天就想着玩。哎，是，干好分内的事儿，是吧，大哥？哎，反正我觉得挺好的，至少不用天天打架了。而且我觉得那刘大人呢还行。行什么行啊？哎，你们听我说，黄爱玉判了吧，铁角里判了吧，那为啥就是不判徐武呢？想想为什么？对啊，我也好奇这事儿，咋回事？听我给你们分析啊。但是等着让徐武啊拿大价钱买他这条命呢。武子，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啊？没吃饭就撑着了。去，看看厨房好了没有？快去，那厨房好多事儿呢。不是我分析，快点去，还有你，你们两个一起去。那后面不是有？快点！哎呀，
有人做嘛。走了，姐。嫂子，坐。五子那个嘴啊，你得好好管管他。哎，看看这个，好看吗？这是你绣的？问你好不好看？好看啊。这个呀是传说中的鸟，叫翡翠鸟。它的一生只唱一次歌。从鸟巢飞出来之后呢，它就一直在寻找自己最喜欢的那棵树，直到找到了才会停止。然后就是没日没夜的唱歌，一直唱到气结命运，以身殉歌。这只鸟可怜吗？气结命运，以身殉歌。嫂子，我有时候反应慢，但是我不傻，我明白你的意思。可是没有可是啊，这手帕送给你了。嫂子，我你要是不喜欢就把它扔了，反正我只管送。五子，饭做怎么样啦？快了。不是。